今天给老铁们介绍这部2025最新美国恐怖片《我是你的主宰》。满脸是血的杰克被绑在一张铁椅子上，一台摄影机对着他，很明显杰克已经被折磨过一轮了。突然有人大声说话 It's time for the final round. Pick a box, pull the string, win a prize. And then I gotta go? If you pull the right string. What if I pull the wrong string? Well, everyone's a winner. 那个声音强调必须拉对绳子，杰克才会安全地离开这里，否则他就会相信命运就是如此。杰克听完顿时吓得浑身颤抖，而在那个声音的命令下，杰克只好拉动其中一个礼盒的绳子。哇塞，竟然跳出一把猎枪！神秘人恭喜杰克获得这把著名的猎枪，然后感谢他的参与。只见神秘人按了一下手上的遥控装置。哎，杰克竟然活生生被爆头了。那么杰克为什么会被这样对待？那个神秘人是谁？且听金彩彩娓娓道来。过了几天，4名好友来到一栋远郊的别墅度假。这栋大房子是穿灰色上衣的詹姆斯的家族遗产，他是个超级富二代。他自豪地表示，这栋别墅不是什么富豪都能买得起的。他的亲叔叔还在这栋别墅里开枪自杀，不过看他说的那个样子，一点也不在乎。随后，这4位年轻人就在别墅里疯狂玩了一天。到了深夜，4人还不想睡觉，就在那里讲着那些有的没的话。突然门外传来异响，卷发妹表示要报警才行。詹姆斯拿起钩矛表示不需要，他能搞定的，然后走到院子里查看。他真的在树丛里找到一样东西，抬进来一看，这不就是那种老式的摄像机吗？里面用的还是录像带。短发妹觉得这是詹姆斯搞的恶作剧，詹姆斯就想着把里面的录像带播放出看看，他觉得录像带里的画面会相当的刺激。然而他的提议却遭到卷发妹的强烈反对，他根本不想看这种猎奇，甚至有可能是不雅的视频。于是两人就在那里争执起来，最后卷发妹说了实话 Said we only hang out with you because your parents are rich. None of us like you. So if it makes you happy to have some creepy thing too, it is all yours. Asshole. 詹姆斯气晕了，于是高声要赶走卷发妹。问题是现在外面乌漆嘛黑，卷发妹想走也走不了，于是哭着回到自己的房间。马修也觉得詹姆斯说的有点过分了，然后就去安慰卷发妹。到了后半夜，马修来到客厅收拾垃圾，他突然发现那部摄像机竟然接通了电源，于是就打开门看看外面有什么状况。外面非常的安静，于是他就去看看其他人怎么样了。先是发现卷发妹竟然晕倒在床上，接着他发现短发妹也是如此，就大声叫喊詹姆斯 James! The girls won't wake up! James! James! 他挣扎着跑到詹姆斯的房间，发现空无一人，于是他就拼命地往外跑。终究水开始发力，马修倒在室外的草地上挣扎着。几秒之后来了一位神秘人，就把马修带走。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在一个阴森恐怖的房间里，一台摄像机还在工作着，而那4位年轻人统统被抓到这里来。先是卷发妹醒来，她大声呼叫同伴，渐渐其他人也陆续醒来，灯光一闪一闪亮晶晶，这下大家看清楚自己的处境。4个人的脖子上都被套上了大铁链。这时神秘人拿了3台摄像机陆续走了进来，目的就是希望能拍摄到每个人的脸部特写。看样子这家伙搞这种事情可不是1天2天的了。詹姆斯性子比较烈，于是站起来使劲地拉动铁链，他希望能够摆脱铁链的束缚。当然他这是在做无用功。神秘人在监视器前看得津津有味，他想起了什么，于是走到房间里按下遥控器，瞬间铁链收紧，4个人被牢牢贴在墙壁上。哇塞，神秘人化身主持人，他在向那些木偶观众介绍4个人的背景情况。看样子4人的底细早已都被神秘人搞得清清楚楚，他绝对是有备而来。4人都惊呆了，万万没想到有人会专门来抓他们，也不知道是为了何事。接着神秘人让他们开始第1轮的生死淘汰赛，那就是大家一起玩石头剪刀布。 And ready? Rock, paper, scissors, shoot! Okay, good. You're paper, and you're rock, and, well, you both are, you're both scissors. So, you know what? Ladies first. You know, I want to play. Gotta be kind. 可是无论结果如何，
神秘人就会耍赖，他根本不会放赢家走的。没想到卷发妹是最后赢家，神秘人就让他等会选择一个礼物，而他就掏出一张名片大小的卡片，上面藏有刀片，直接划伤短发妹的嘴巴，然后再掏出一把特别的剪刀，硬是活生生的把詹姆斯的左食指剪断。詹姆斯痛得顿时蹲在地上大吼大叫，其他人也跟着大吼起来，神秘人也跟着兴奋起来。只见他掏出一把手枪瞄准卷发妹，叫喊着人人都是赢家。 Everybody's a winner! Everybody's a winner! Rock, paper, scissors, shoot! I got the wrong gun. Aren't you lucky? 这是神秘人玩的第一轮生死游戏，他作为主持人觉得很过瘾，然后去休息一下。不久四人渐渐恢复了平静，大家都在猜测为什么他们会被抓到这里受到折磨，然后又相互指责起来，直到四人连指责的力气都耗尽。只见神秘人拿着一根钢管走进来，他拉开一块幕布，那是一个大转盘。神秘人宣布第二轮游戏痛苦之轮开始，他让四人分别说出自己做的最糟糕的事情。首先由詹姆斯开这个头，如果詹姆斯撒谎，他就要用铁管敲碎詹姆斯的蛋蛋。詹姆斯只好如实交代。Oh, right. I was in a car crash. I was in a fucking car crash. But my dad took the blame, so it wasn't even like a DUI. My name wasn't even fucking... There's more! There's more! She died. I fucking ran a red light and T-boned her, and she fucking died. I left her there. 哇塞，詹姆斯相当于谋杀了一个人。接着轮到卷发妹讲讲，她非常的抗拒，可是神秘人开始威胁她，卷发妹只好说了出来。To pay for my mom's surgery, I made an adult webpage. 神秘人臭骂卷发妹一顿，然后指着马修让他讲讲自己做过的最糟糕的事情。I scam people online. Yeah. I watched what all you guys did online. I can't believe I got greedy, okay? I tricked an old couple into giving me their identity. I didn't even get the money. It was an accident, okay? Just went into a blockchain. 好了，现在最后轮到短发妹讲讲。然而短发妹也很抗拒，不过在神秘人的恐吓之下，最后还是讲了。原来他经营了一家比特犬救助站，但是开支巨大。为了继续经营下去，他竟然把救助站里的比特犬卖给一个男人，而这家伙是专门进行比特犬斗狗比赛，凡是比特犬到了他那里都没有好下场。卷发妹听得大为恼火，就指责短发妹的行为，而神秘人作为主持人就开始演讲。接下来他就玩起这个痛苦之轮。首先短发妹被指定第一个玩，神秘人按下遥控，铁链松了松，短发妹走到转盘前，转动了盘面，几圈下来，转盘停止转动，上面显示是让短发妹说出正确的3个城市名字。神秘人于是拿出一个取景器，里面有3幅画，按下拉杆可以切换画面。前面2幅照片里的城市短发妹都说对了，然而第3幅照片短发妹则认为是费城，可是真正的答案却是俄亥俄州的阿克伦。神秘人表示短发妹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其他3人都哀求神秘人再给短发妹一个机会，短发妹也低声哀求神秘人最后给她一次机会，神秘人就把取景器交给短发妹再试一次。 And click the lever. 哇塞，短发妹被刺下了一只眼，可见神秘人并没有给她什么机会。神秘人越玩越兴奋，竟然逼着卷发妹拿着小电钻去搞马修的耳朵，给他1分钟的时间思考，否则就杀了卷发妹。卷发妹当然不肯，不过在最后1秒，卷发妹认怂，于是拿着电钻往马修的耳朵里钻。可是几秒之后，卷发妹没拿住电钻，结果摔在地上，把钻头损坏了。马修只是受了轻伤，这可把神秘人气坏了，因为他只有一个钻头。他先回后台平复一下心情。3分钟之后，神秘人返回来，按下遥控，4个人被死死贴在墙面。接着他摆弄机器开关，硬是搞来一部野鸭机，上面有个大钻头。他认为短发妹表面上是爱狗护狗人士，可是实际上干着猪狗不如的事情，于是按下机器的开关。Oh my god! 这简直是番茄汁和豆腐脑4件。短发妹就这样驱赶了上帝，
接下来加时赛的环节登场，神秘人关掉大部分灯光，直接来到卷发妹的面前，指责她当众撒了一个弥天大谎，她才是真正的受害者。于是揭开了面具，卷发妹认出了神秘人就是老卡。原来在几年前，卷发妹刚刚大学毕业，来到一家电视台做实习生，正好被分配到著名主持人老卡的手下。哪知道团队里的玛丽和杰克就怂恿卷发妹诬告老卡性骚扰，那样就能得到6位数的赔偿。没错，杰克就是片头被枪杀的那位。两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是因为两人很久没有升职加薪了，暗地里恨死了老卡。而此时卷发妹的母亲得了重病，需要大量的美刀来治疗。她正在犹豫要不要这样干的时候，老卡走过来为卷发妹庆祝生日。他的双手触碰到卷发妹的肩膀，这时玛丽抓住机会大声呵斥老卡的行为不妥。其实老卡是无意的，他根本没有那个意思。之后卷发妹在杰克和玛丽的鼓动下诬告老卡成功，他获得了6位数的赔偿，而老卡就被开除了。他失去工作，失去了老婆和儿子，他的人生就此完蛋。沉寂了几年后，老卡就化身神秘人，开始血腥报复那些做过坏事的人。艾琳和杰克先后被残杀，现在轮到卷发妹他们了，而短发妹和詹姆斯等3人成了卷发妹的陪葬品。先是老卡告诉卷发妹，要想走出去就必须找到一把钥匙，而那把钥匙就藏在马修或者詹姆斯的肚子里，让卷发妹必须选挑出一个人，再划开他的肚皮，然后从里面找出钥匙。卷发妹最后选中了詹姆斯，结果还真是在他的肚子里找到了那把钥匙。当然詹姆斯也就玩完了，可是卷发妹怎么也打不开房门，老卡又骗了他们。老卡接着往下玩，他表示剩下的马修和卷发妹两人只能活一个人。马修因为太喜欢卷发妹，就用一命换一命方法想救出卷发妹，于是就当着卷发妹的面割喉自杀了。然而到了最后，老卡送了一盒蛋糕给他庆祝生日，然后强按着卷发妹的脸部埋进蛋糕里。几秒之后，老卡松开手，卷发妹发现自己并没有受伤，而且老卡解开了卷发妹身上的绳套。老卡的意思是卷发妹自由了，可是他还没有走几步路，就觉得脸部发烧发红，眼睛逐渐失明。哎呀，老卡往蛋糕里放了腐蚀性的化学制剂，卷发妹还是罪有应得，死得最惨。影片到此基本结束。我觉得本片有很多章节带有电锯惊魂的影子，故事的设定中规中矩，不算离谱。闲来无事可以看看原片。好了，谢谢大家的捧场。